啦啦啦，八卦的小鱼又回来啦！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明星之间的关系是最令人琢磨不透的。今天小鱼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最令人憎恨的韩娱圈渣男们。其实渣男这个东西也是分等级的，有的渣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甚至还能继续在娱乐圈大把的捞金。而有的渣男确实垂后被广大网友集体讨伐，最后身败名裂，彻底跟娱乐圈无缘。Number one， 渣男天花板，宇宙级渣男李秉宪。妻子怀孕期间偷吃，亲手将小三送进监狱，几乎没有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事情。只要听到是李秉宪的名字，那就毋庸置疑了。一说到他，小鱼几乎可以说上他一天一夜。出轨、多人运动，就这些要放在内娱，哪怕其中一件事就可能成为劣质艺人，被关小黑屋、封杀，甚至严重的话还会被央视公开点评。但他却一边被强烈抵制，一边因演技出众让观众啧啧称赞。他被韩国民众誉为是最完美的男人，是韩国进军好莱坞发展最成功的一位。自从2004年他和宋慧乔分手后，关于李秉宪的花边新闻就一直不断。2009年，李秉宪和加拿大韩籍女演员全美妍就被爆出了桃色新闻，女方直接把李秉宪告上了法庭，指控李秉宪对其始乱终弃，并公开了与李秉宪的合照，状告其骗婚，要求他赔偿1亿韩元。不过想必这要是换做别人身上，肯定早就凉了。但人家是谁？李秉宪呢？即使有这么实锤的证据面前，在这场拉锯战中，李秉宪依旧不费一点力气就得到了全身而退。最后还是女方先选择了解除了诉讼，庭外和解。你说这样的男人是不是不简单？不仅如此，在经过此次事件后，李秉宪不但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没过几年，人家就完成了人生大事，和比自己小12岁的李敏珍结婚了。当时的李敏珍在韩国可以说是女神般的存在，不仅身材高挑、颜值出众，就连家庭背景也非常的显赫。但即便是这样，李秉宪依旧不珍惜。在李敏珍怀孕4个月的时候，她的桃色新闻又一次被爆了出来。2014年，李秉宪遭到了韩国女子成员金多喜和李智妍偷拍不雅视频和照片，然后被其勒索了50亿韩元。其实在这件事刚发酵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收手的，但李秉宪却依旧非常刚，宁愿不雅视频曝光，也不愿给钱私下解决，并且还直接将两人告上法庭。最终，金多喜与李智妍被判入狱，人财两失。可别看李秉宪这招是把两人送进了监狱，没有了后患之忧，但同时杀敌1000，自损800，李秉宪的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成为了渣男的代表。你说这样的男人真的不知道，还怎么能有最完美男人的称号呢？小鱼觉得呀，这种人的存在真的是在污染娱乐圈。Number two， 李东健，男版宋慧乔，见一个爱一个。李东健是韩国演艺圈公认的恋爱脑，几乎每合作一个女明星都会擦出爱情的火花，每段恋情都不超过2年，全程无缝衔接。什么韩智慧、车伊莲、朴智妍、赵伦熙，个个都是气质型美女，都是他的历任女友，甚至就连他和妻子赵伦熙的婚姻，都是被逼无奈才走到一起的。因为在韩国有着这样一条法律，不允许堕胎，所以对于这两人的婚姻，在刚开始就不被人看好。这不，就在2020年，两人的离婚新闻也算是无形间的证实了这一点。毕竟奉子成婚这种事，大部分都是会有一点不情愿的。而且对于2年就换一个女友的李东健来说，这次可以维持3年，已经算是好的啦。Number three， 宋仲基，隐藏式渣男。当时的双宋结婚可以说轰动了整个亚洲，当时不仅是韩国的娱乐圈的明星们纷纷送上了祝福，就连咱们的国际大牌章子怡都亲自远赴韩国参加了两人的婚礼。可是没想到，这段被世界关注的婚姻却也只是维持了短短2年。
在经历了高尔夫球事件后，宋仲基和宋慧乔就提出了离婚，并且就在官宣完两人离婚后，宋仲基又是拆掉两人的婚房，又是在公开场合各种暗言暗语的把责任都推到了宋慧乔身上。而反观，虽然宋慧乔在娱乐圈中的名声也不怎么好，但对于离婚事件，宋慧乔从未提出她半句不是。其实在娱乐圈中的感情就是在一起时多甜蜜，分开时就有多唏嘘，并且在两人离婚事件爆出后，就不断一直有人传闻说离婚原因是因为宋仲基被富婆包养，被发现后两人才离婚的。所以最终这件事到底是谁错还不一定呢。Number 4， 张东健老不正经，他和李秉宪、宋承宪、袁彬被称为韩国娱乐圈四大天王。张东健在韩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刘德华在中国的地位，是演艺圈的大哥，韩剧的领头人物。其实对于张东健的渣，小鱼认为完全是咎由自取。要知道，对于他们那一辈的老明星来说，几乎是非常受民众追捧的。明明已经一大把年纪了，非得去干这种事。2010年，因为一条尺度辣眼到需要打马赛克的聊天记录，国民男神张东健的形象瞬间崩塌。这份聊天记录的来源是一名企图敲诈勒索的黑客，当时他黑了朱振模的手机，向他索要封口费，但谁料朱振模没有答应并报了警。黑客一怒之下就爆出了朱振模和张东健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全部都是深夜档，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妹子照片和露骨的话，对话左侧是张东健，右侧是朱振模，发美女的照片讨论什么凌晨的时候来一下我家，去做什么不言而喻了吧。甚至还有一段对话是，当时张东健的老婆正在过生日，两人还一直在手机聊天勾搭妹子。而且后来细心的网友还发现，这段聊天记录是2013年，而2014年张东健的妻子才生下2胎女儿，所以对于张东健的这段出轨事件，也是和李秉宪一样，都是在妻子怀孕期间偷吃的。你说这样的男神还怎么配是那么多人的男神呢？Number 5， 安在贤。相信一听到小鱼说安在贤，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们都是一脸疑惑吧。其实之前小鱼也认为他真的和传闻中那样单纯蠢萌可爱的欧巴，但是呢，后来在随着他和聚会上的事情不断发酵，被网友挖出后，小鱼发现了这样一幕。当时在聚会上发文表示，安在贤乱勾搭女生，性情大变，和老板在背后说他坏话等等事情时，就曾有网友扒出了安在贤确实瞒着妻子，悄悄地给3名女生过生日了。只不过之后安在贤在见到事情严重性后，便开始假装可怜，自己患有抑郁症，甚至还说到在这段婚姻中自己作为丈夫已经尽力了，后来实在受不了才决定要结束这段婚姻。其实他就是心虚了。记得当时聚会上曾经问过安在贤自己做错了什么非要离婚，结果安在贤竟然直接回答道，是因为聚会上的某些女性隐私部位不够性感，而且再加上因为聚会上激动的情绪不断公开攻击安在贤。后来这件事被人们都认为安在贤才是受害者。真的，小鱼在这儿真的想说一句，你们真的被安在贤那张脸皮给骗了。Number 6， 郑俊英，韩版陈冠希。郑俊英凭借选秀节目 Superstar 被观众们熟知，后又成为热门综艺两人一夜的固定成员。在随着 BigBang 的成员胜利涉嫌性贿赂的事情全面曝光之后，曾被人们都认为阳光青年的郑俊英一夜之间变成了让所有女性都唾弃的渣男。因为在韩国警方公开的8名群聊名单中，郑俊英也包含在其中。不仅如此，他的所作所为也让很多网友都感到了气愤。从2015年开始，他就和多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并且还私自偷拍了视频，然后通过手机分享圈内众多好友。而且这些受害的女性中还有很多是活跃在一线演艺圈的艺人。其实吧，小鱼认为郑俊英比陈冠希还可恶。至少陈冠希当时不是故意公开视频的，但他却是故意而为之。所以说这种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以上这些小鱼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娱乐圈的那些渣男，看完这期视频后，有哪些是你们最认可的渣男呢？欢迎各位小主们踊跃在评论区留言哦。好啦，今天小鱼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哦，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那些事儿吧。